哟，大家好，我老牛啊！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是所有加古拉的 SHF， 没想到万代总共是出过4款尖角新人的产品啊，不愧是高人气反派角色啊，这待遇就是好。然后这4款产品的价格也都是差不多的，都是400块钱左右的样子。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同样价格的情况下，他们到底谁更值得购入吧。首先看到这个2016年发售的初版加古拉，已经是10年前的产品了，也是加古拉最早的一个版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产品的外观究竟怎么样吧。该说不说，一眼望过去，这个加古拉最大的问题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它全身上下的这个发色真的太浅了，一点质感都没有，和皮套的出入真的很大，而且还顺带手阉割了皮套上面很多的阴影色涂装，仅仅只是在一些部位做出了微微的做旧效果。然后身上的这些基础色涂装是一个比较亮的效果，反光质感非常强。这一处仁者见仁吧，我觉得还是亮一点好看。除了手型之外的配件方面，这款基本上都是一个独占的状态。首先是这个蛇心剑，初版的蛇心剑剑身部分是银色的，而后续的3个版本无一例外，蛇心剑的剑身都采用了一个透明红色的样式。所以说你想要这个正常状态的蛇心剑的话，还是得买这个初版加古拉的。然后里面附属了这个黑暗圆环，制作工艺上面中规中矩吧，属于是稳定发挥。那么既然黑暗圆环都有了，卡片肯定也是得有的，只不过傻福万代是把这个卡片给印在了盒子上，你要是想要这些卡片的话，就把盒子给剪烂吧，不是就几张小纸片整一个卡包，有这么难吗？然后里面还有附属一个替换用的胸部零件，是用来还原早期加古拉没有伤疤的这么一个状态的。综上所述，这个初版的加古拉 SHF 配色方面并不讨喜啊，不过独占的配件足够多，追求玩法的话还是可以入一下的。下面一位2019年会场限定版加古拉，这款在内容物方面堪称地狱级别的阉割，就只剩下3对手心和一个蛇心剑了。这款它的一个配色相较于初版来说是暗沉了非常多的，整体看着质感表现是会更好一些，包括身上金属色部分也是把初版的反光质感做成了这种比较暗沉的消光质感。这款脑袋部分中间莫名其妙做出了一个黄色的涂装，可能是想表现皮套上那个渐变的效果，但是凑近了看真的好丑啊。初版它的腿部是有一个伸不直的毛病的，这也是老素体的通病啊。这个19年会场限定版是稍微解决了一下这个问题，让它看着不这么明显了，包括以后的产品腿都是经过修复了的。但是孩子们先别急着高兴，这个19年会场限定版最牛逼的一个地方还是它全身上下的一个松紧度，简直是地狱级别的，几乎没有一处关节是紧实的。然后刚刚说过了，从这款产品开始呢，蛇心剑是做成了一个透明红的样式。那么这款19年会场限定版本应该是性价比非常差的一款了。下面一款21年发售的新生代之星版本的加古拉，这款在外形方面真的做的夯爆了，面雕部分真的做的非常有神。一方面是得益于它的脸部是有做出一个非常自然的渐变色效果的，另外就是眼睛部分的凹槽处，它有做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渗线效果。拿它和前面2款一对比，这颗头雕就很明显要好了非常多。我们也可以把这3个版本的加古拉给放一块儿啊，毫无疑问这款的一个表现，我认为就是要比前2款要好的。配件方面呢，这款里面给了一个黑暗升华器，不过是闭合状态的，上面的涂装马马虎虎吧。然后万代又给你展示了一下它的这个天才级别的想法，就是盒子上印这些勋章啊，你想要的话可以剪下来。都2021年了，万代还觉得它在盒子上印这些东西会有人剪啊。然后里面还附属了一个展开状态的泽塔升华器，可以搭配 SHF 的泽塔把玩。另外就是蛇心剑，以及说新规了一些手型。这款新生代之星版本的加古拉性价比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造型方面这款是表现最好的，配件也有一些独占的。追求魔人形态的还原度的话，就买它就行了。当然如果你追求极致的可玩性的话，就买这个加古拉蛇仓祥太版本就完了。内容物方面琳琅满目的，这款比较大的亮点就是它在里面附属了真人头雕。没错，这个比较忧郁的帅哥就是加古拉。虽然说他的五官都是采集演员清流尊哉的真实数据的，但是配合上万代的这个奇妙的喷绘技术，就有一种生操感啊。如果你觉得不够生操的话，它里面还有附属一个邪魅一笑的替换脸。如果你觉得这个邪魅一笑还不够生操的话，这还有个更加生操的怒吼脸。光是3张脸型就能给这款玩具提供非常多的玩法。里面还有一个展开状态的黑暗升华器啊，就是之前那个泽塔升华器的头目具沿用。除此之外，这款里也是有附属魔人状态的头雕的，只不过这款魔人状态的头雕相较于新生代版本来说，感觉还是差点意思啊。我这只眼睛部分还有一处很大的涂装出界啊，应该是中奖了。然后这款的一个自洗的效果还是非常漂亮的，盔甲的边缘部分还有做出一些紫色的渐变色涂装，这些都是之前的产品所没有的。这款蛇仓版本的魔人形态的话，我感觉是没有新生代版本做的那么好的，但是它的配件玩法是要远比新生代版本要多的。那么老规矩，我们把4只加古拉摆一块儿，你更喜欢哪一款的一个表现呢？OK， 那么看完了不要忘了一键3连，我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